今天介绍这部冷门美国恐怖片《对抗男孩》完整版。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冷血魔女库莎。话说万圣节的那天晚上，小乔和小帅玩得很开心，他觉得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然而有个日本一级面具人出现在场地的中间，死死盯着小乔。这时屋顶有烟花要放，大家陆续走到阳台，最后就剩下小乔和小帅。小乔表示要去下一下洗手间，等他回来后，两人再去天台。大厅里就剩下那个日本一级面具人死死望着小帅。哎呀！小帅顿时出现了那种被人盯着看的灼烧感，两人相互对视起来。只见那个日本一级面具人用刀砍倒了话筒支架，接着把外套一脱，竟然跳起了天鹅舞。这下把小帅搞懵逼了，于是就走了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等小乔回到这里，小帅已经倒地身亡，到处都是番茄汁，吓得小乔跑回了家中。看完这一幕，这个复仇肃杀氛围的情绪营造瞬间拉到满格，美女以及造型，血腥砍杀，高潮节奏把控得很棒，而且是来源真实事件，这个就得看一看。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接下来故事又将如何演绎？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故事一开始，小乔还在大学读书，但是业余活动很精彩。那天他的男友阿杰过来找他，这次可不是什么好事，他是来找小乔谈分手的。对于他有老婆这一点，小乔也是知道，可是万万没想到，他还是要跟小乔狠心分手。然而小乔非常的爱他，所以对于分手的事情，他是100个不愿意。阿杰最后表示 You're a beautiful and intelligent girl, Shay. What we've had together has been amazing, but we can't sustain it. There's a million guys out there your age who'd kill to be your boyfriend.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从这一刻起，小乔陷入悲痛之中。过了一段时间，小乔稍稍修复了一下心态，就去逛步行街时，无意中他看见了阿杰全家在购物，而且他们家就住在附近的排屋里。小乔暗自跟踪到了他们的家门口，阿杰也看见了小乔，但是装着不认识。那天他的心情又是很差，于是晚上就来酒吧上班。上着心情一阵子的酸楚，于是走到楼梯道，把眼泪释放一下。没想到在这里认识了红发妹，她也是刚来的同事，两人渐渐聊起了男人，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下班后两人还去喝了一杯，到后来两人熟了就成为好友。一日红发妹带着小乔去她经常去的酒吧玩，还跟一帮男青年在一起喝酒。其实红发妹跟他们也不是很熟，不过大家在一起开心最重要。半夜那几个男人就把2位女孩带回家，当然这都是有想法的男人才会这样做，红发妹自然也清楚得很。很快阿迪找机会主动吻了小乔，没想到小乔去了洗手间，这一待就是1个多小时。最后阿迪忍不住把小乔叫了出来，小乔不想在这里待下去，就表示想回家。阿迪想了想，就干脆送他回家吧，反正在哪里都一样。等两人坐计程车来到了小乔的家门口，这时天色已亮。更令他万万没想到是，小乔竟然拒绝他上去坐一会，这可把阿杰搞得很窝火，因为他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来泡妞，围着小乔转，可啥也没有干了。阿杰不甘心，就想问小乔的手机号码，可是小乔就是不给，他对这个男人没有一点兴趣，表示自己有男友了。阿杰才不管那么多，不给电话号码那就是赖着不走了。小乔的倔脾气上来了，转身非要走，可是被阿杰死死拽住他的手，表示最起码来个吻别吧。哇塞，小乔今晚是遇见渣男了，就像狗皮膏药似的赖上小乔，小乔更加的不肯，两人就拉扯起来。阿杰早就色心涌动，随后就在楼梯道侮辱了小乔，因为那个时间段人们还在熟睡中，就让阿杰得逞了。事后小乔第一时间竟然不是打报警电话，先是给母亲打电话，可是他太忙了，转到了秘书那里。小乔也不知哪根筋不对，竟然亲自来到阿杰的家，把他叫了出来。阿杰慌慌张张的把小乔带到一边，小乔又不想说了。阿杰说了一通他的家庭重要性，然后就把小乔送回家。可是两人回到了屋内，阿杰竟然也想干点啥，小乔顿时气晕了，奋起把阿杰赶走。这等于小乔在不到24小时之内接连受到2次严重的打击，要不是红发妹打来电话，小乔就忘记要报警了。于是两人来到警局，前台的警察尼克告诉小乔先去填表，然后再去112号窗口递交资料，但是尼克却把目光落在红发女的身上，
还对他使了一个眼色。随后红发女就陪着小乔填完表，接着小乔跟女警去一旁询问去了。红发女闲着无聊就去撩拨尼克。So what were you looking at? No, I'm sorry. Okay, I asked you a question. What if I said I want you to take me someplace? Someplace with a little bit of privacy? 哇塞，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勾引啊！警官大黑问了小乔关于那个男人的情况，可是他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件案子暂时就被警局搁置下来。不久，尼克真的约出了红发妹，他以为能跟她干点啥，可是他上当。这个红发女玩的就是仙人跳，两人开房了，红发女就把尼克迷得晕乎乎的，顺便还把尼克捆起来后，美其名曰为了刺激，随后露出了真面目。先是拿到了警枪，就在尼克的第三只脚前比划着。尽管尼克苦苦的哀求着，可是红发女就没打算放过他，而且他还想把警枪占为己有。玩掉差不多了，红发女最终还是开了一枪，尼克就这样莫名的去领了盒饭，他也是死不瞑目啊。随后红发妹找到小乔，表示这些麻烦要自己搞定才行，警察根本不靠谱，他有办法找到那些人为小乔报仇。另外他现在有枪了，谁也不怕。小乔对此吃惊不小，可是在红发妹的鼓动之下，就决定自己动手才会丰衣足食。很快两人找到了那天晚上去的地址，卷毛正好在家，对两人表示了欢迎。红发妹就直截了当的问阿迪的住址，顺便就在冰箱里找吃的。看这个样子，两人的午餐要在这里解决。然而卷毛并没有那么好说话，他以为红发妹对阿迪产生了兴趣，暗自吃醋就是不说，这下把红发妹搞火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把枪。小乔还是有点不相信，走过去一看，确实卷毛被杀了。小乔也开始疯狂了，先是吐了几口酸水，然后拿起那把枪，好好把玩了一下。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说了一个字：干。随后两人就坐在那里吃午餐，他们在等候另外一个住在这里的男人傻强。不久傻强购物回来，红发妹就问了阿迪的地址，他想都没怎么想，就说了阿迪的具体地址。接着他看见了桌子上的枪，好奇的走过来，接着就看见了后面卷毛的尸体。红发妹立即给他一枪。不久两人找到了阿迪的住址，这是一间废弃的仓库，阿迪正在制作一些金属零件，由于噪音太大，他根本没有察觉到，两人已经走到他的身后。小乔拿起桌子上的扳手，瞬间就把阿迪打晕，接着把他绑在案板上，然后用水把他浇醒。这下阿迪吓坏了。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Trying to cut you up. Okay, stop fucking around and untie me. See, the problem is bleeding. Once we hit a major artery, the party's over. Fucking crazy? Untie me. We need like a tourniquet, right? 可是这也没有什么用啊！小乔就拿着电钻走到阿迪的跟前，也不说话，静静的看着阿迪不停的说话。这家伙先是服软要求谈判，接着又变成哀求，最后又变成了威胁。这下把小乔气得火冒三丈，用电钻把他砸得不敢出声。红发妹一看觉得差不多了，就把他的嘴巴封死，戴上胶手套，拿起一把电钻要对阿迪的小腿下手。很快电钻的声音响起，番茄汁四溅。小乔看着这一幕，眼睛都不带眨的。很快阿迪的两只脚被割了下来，红发妹反而把阿迪嘴巴上胶带扯了下来。阿迪本能的哀求他们放过他，红发妹表示没有问题啊，于是就把阿迪的绑绳解开，让他滚出去。阿迪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两只脚都没有了，根本无法走路啊！气得阿杰狠狠地骂了一句，小乔对着阿杰就是一枪爆头。好了，这下小乔最大的仇报了。隔日两人早就在阿杰的家门口不远处盯着，看着他提着包出门，于是跟了上去，堵住了阿杰。只见红衣妹坐在阿杰的身后，用钢丝勒住他的脖子，硬是把他拖到后排，然后用枪顶住他的脑门。这下阿杰不敢乱动。现在由小乔开车来到了郊外，一路上两人欢快地唱着歌，阿杰被铐得死死的，无法动弹。不久来到一个树林，先把阿杰推下车，然后小乔就用枪指着阿杰脑袋。 You've every right to be angry with me. But I thought you understood me. I thought we had an understanding.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阿杰不停的哀求，最后小乔还是心软了。红发妹表示不能放他走啊，而小乔自言自语的说自己办不到，然后把枪扔在了地上。阿杰也不傻，见状就立即站起来往树林里跑。红发妹捡起枪，对着阿杰背影就是一枪，阿杰应声倒地，也去领了盒饭。隔日小乔就想知道红发妹为什么这么恨男人啊，是不是小时候被男人侵犯过？ 红发妹沉思了几秒就说了出来。 When I was about 5 years old,
Dad started letting his friends have sex with me for money. 哎呀，小乔听到这些，简直都要惊掉下巴了。红发妹的身世也太惨了。接下来，两人开着阿姐的车子回到了城市。警方对这些杀人案似乎没有更进一步的侦查。小乔照旧去大学上课，坐在他身后的小帅渐渐引起了小乔的注意。下课后，他主动找小帅说话，然后坐着小帅的摩托车去兜风和游玩。两人一直玩到了深夜。分手时，两人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Maybe you want to come to this thing we're having for Halloween on Thursday down at the cave? My friend Aaron's band's gonna be playing, and I'm gonna DJ. Yeah, maybe. Sure. I mean, only if you want to. No, I definitely want to. I'm sorry. 回到家中，没想到红发女早就在屋子里等候多时了。她悄无声息出来的样子把小乔吓一跳。红发女就想知道小乔去干嘛了，小乔就随口说了几句，可是红发女却要刨根问底，这下把小乔惹烦了。红发女表示自己做好晚餐，等了她4个小时。小乔表示红发女又没有通知她做好饭，她什么也不知道。其实他去玩的时候是把手机关机了。渐渐小乔觉得红发女干预到了自己的生活，她似乎管得太多了。红发妹就解释自己只是好奇而已。接着红发女想约小乔在万圣节出去玩，可是小乔刚才已经跟小帅约好，于是就拒绝了红发女的邀请。这下红发女可就来气，两人不欢而散。到了万圣节的那天晚上，小乔和小帅玩得很开心，他觉得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然而有个日本艺伎面具人出现在场地的中间，死死盯着小乔，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等小乔回到这，小帅已经倒地身亡了，到处都是番茄汁，吓得小乔跑回了家中。可是他在桌子上看见了一把带血的武士刀，没错，杀害小帅的那个日本艺伎面具人就是红发女。这一点小乔立即意识到了，他浑身颤抖起来。没想到自己刚刚逃离深潭，现在又陷于魔窟里。红发女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尝试着抱着小乔，可是小乔纹丝不动。他在思考如何摆脱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就在分秒之间，他下了决心，他一转身就在红发女的肚皮上拉了一个长长的大口子。红发女就是送进医院也是没法活了。哇塞，小乔这次也太果断了，还真是做到了这一点。你狠我比你还狠，只有这样才能活下来。然而小乔一句话也不说，就是看着红发女慢慢的死去。之后小乔照旧去夜总会兼职，他坐在楼梯道里透口气。这时新来的同事玛丽也走到这里，然后在楼梯道里哭哭啼啼。一问才知道玛丽也是被男人伤透了心。看着他这个样子，小乔仿佛看见前段时间的自己，他想起了红发妹。这个结尾感觉有些薪火相传的味道。影片到此结束，我觉得本片拍摄还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这是一部充满纪实风格的影片，带一点文艺范，有种不落俗套的感觉，打发时间看看还行。喜欢这种风格的就看看原片，还是有点小惊喜的。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